都说刘禅是扶不起的阿斗，可真相是什么呢？他在位29年，蜀国一直相安无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真正的废物能把蜀汉撑这么久吗？事情或许没有那么简单。刘禅是不是废柴？夏侯霸投蜀这一幕就能给你答案。西元29年，高平陵之变，司马懿干掉了曹爽，整个曹魏政权归了司马家族，而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却偏偏跟曹爽走得近。司马懿一掌权，夏侯霸立马成了待宰的羔羊。成为众矢之的的夏侯霸整日担惊受怕，生怕受到政治迫害。在万般无奈之下，这个魏国的猛将居然选择投降了蜀汉阵营，这就尴尬了。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就是在定军山被刘备的大将黄忠给斩杀的。一个敌国的大将军还是带着血海深仇来的，突然跑到你家门口说要投降，这个事情如果放在你的身上，你慌不慌？史书记载，刘禅的第一句话就切中要害，他看着夏侯霸说：“你父亲是在战乱里遇害的，不是我父被杀的。”轻轻一句话就把两家的世仇撇得干干净净。你要知道，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当年可是被黄忠干掉的。刘禅这一解释就等于告诉了对方，那是各为其主的战争，不是家族血仇。第一步先化解了敌意，而接下来我们来看刘禅的下一步。他指着自己的儿子对夏侯霸说：“看，这是你外甥。”哎，这个关系怎么来的？夏侯霸的堂妹嫁给了张飞，张飞的女儿又嫁给了刘禅，也就是张皇后。所以刘禅的儿子就是夏侯家的外孙。这一招攀亲简直绝了，他不仅仅是在简单的拉关系，而是在攻心。刘禅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夏侯霸：“你不是外人，我皇宫里流着你们夏侯家族的血，我的继承人就是你们家的后代，你还怕什么？我们才是一家人。”所以夏侯霸投降蜀国，他从一个惶恐的降将变成了皇亲国戚。他不仅没有受到刘禅的猜忌，还被加官进爵。这个操作让夏侯霸心里彻底踏实。结果呢，夏侯霸真的死心塌地的跟着姜维久伐中原，继之以死。你们来看，刘禅的这个格局是一个庸主能玩出来的吗？他既有人情味，也有政治手腕。要换做一个疑心重的皇帝，可能夏侯霸早就死在监狱里了。所以说，刘禅真的是无能吗？至少从这件事来看，他不光不蠢，还挺会做人。我们再放大来看，刘禅在位21年，蜀国政局一直很稳定。对比一下同时期的魏国和吴国，在魏国内部，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曹髦执政期间，整个宫廷充满着血雨腥风，而曹髦自己更是死在了司马昭的手上。在吴国那边也不太平，孙权死后全城内斗，从诸葛恪到孙称，再到丁奉，一直不太平。只有蜀汉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宫廷政变，这背后刘禅所起到的作用其实很大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在后世他会成为历代昏君中被口诛笔伐最重的那一个呢？在我看来，有以下几个原因。首先，蜀汉亡了，总得有个人来背锅，而刘禅作为这个亡国之君，是很难甩开这个责任的。你看看他的手下姜维，姜维为了复兴汉室，久伐中原，最后兵败身死，那是何其壮烈！我们再来看看诸葛瞻。诸葛瞻作为诸葛亮的儿子，在锦竹关前血战到底，父子二人双双殉国，这又何其悲壮！这些人身上都打了英雄忠诚的标签，相比刘禅的投降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另一个原因就是乐不思蜀了。乐不思蜀这个故事最先是记载在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《世说新语》中的。不过这本书虽然时代很近，但里面的故事真假难辨，有很多内容都是无法考证的。其中就有讲到刘禅投降以后，司马昭封他为安德公，把他接到了洛阳，整日好酒好肉的招待着。有一天，司马昭大摆宴席，故意在宴会上演奏起了蜀国的音乐，跳起了蜀国的舞蹈。这一下就把在场的蜀国旧臣们给整破防了。听到亡国之音，一个个全部都想起了故国，脸上写满了悲伤，甚至有人偷偷抹眼泪。可镜头一转，刘禅却看得津津有味。司马昭看在眼里，不动声色地走过去，冷不丁地问了一句：“安德公，颇思蜀否？”结果刘禅脱口而出：“此间乐，不思蜀也。”旁边的蜀国旧臣西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一听这个话，就悄悄地对刘禅说：“陛下，他要是再问你，你就假装悲痛，说我祖先的坟墓都在蜀地，没有一天思念。你如果说了这个话，司马昭很有可能就放你回去了。”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司马昭又问了同样的问题，刘禅就按照西郑的剧本，声情并茂地把西郑交给他的台词一字不落地给背了下来。
司马昭听完笑了笑，就说：“这个话怎么听着像西正的口气？”结果刘禅想都没想说：“对，就是西正教的。”瞬间惹得全场爆笑。司马昭也通过这件事情彻底断定刘禅这个人是真的傻，毫无威胁，于是完全放下了戒心。刘禅也因此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余生。这个故事对刘禅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，乐不思蜀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千古笑谈，刘禅也因此被形容为了扶不起的阿斗。我们站在上帝视角，假设这个故事是真的，咱们换个角度来看一看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恰恰是他大智若愚的表现？没错，当敌军兵临城下，他如果带着将士血战到底，流尽最后一滴血，那叫忠烈；如果说他和崇祯一样吊死在槐树上，以身殉国，那叫骨气。可刘禅带着满城的百姓和跟随自己多年的旧臣，用装傻来换取一个相对和平的结局，这算不算是另外一种形式上的仁义呢？对于蜀国的灭亡，他没有甩锅给任何一个大臣，也没有抱怨什么大汉气数已尽，更没有否认诸葛亮和姜维的坚持。他是一个人把所有的骂名、所有的嘲讽全部给扛了下来。所以说，在我来看，刘禅或许不是一个能开疆扩土的雄主，但他绝对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柴。至少他在面对夏侯霸的瞬间，我们看到了他面具之下一闪而过的智慧之光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我是卡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